说起中国动画呀，我想就跟提到中国足球一样，是让人摇头叹息的。因为国产动画在开始起步的数十年里，便创作出了《山水情》《大闹天宫》这些蜚声中外的传世之作。但自90年代之后呢，国产动画便一落千丈，甚至还冒出了大嘴巴嘟嘟、高铁侠这些垃圾中的地沟油，可谓大师一去无巅峰，只剩小丑殿堂中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拍摄的第一部长篇动画《铁扇公主》。该片由万氏兄弟于1940年联合制作拍摄。在那个资金和技术都极度贫乏的情况下，万氏兄弟仍手绘了2万多张画稿，使其达到了每秒30帧的惊人流畅度。要知道，早期动画每秒大多才6到8帧，哪怕是美国制作的《猫和老鼠》也只能达到每秒12帧。更重要的是，铁扇公主那种天马行空的创意和想象力，即使到了今天，也足以令人拍案叫绝。记得当时有一个14岁的日本少年看了之后直接放弃学医，回家搞动漫。10年之后，他画出了有名的铁臂阿童木。这名少年便是日本动漫的鼻祖手冢治虫。由此可见，国产动画曾经的魅力和影响有多大。而本期我们对该片进行了 4K 60帧和 AI 彩色修复，相比起旧版解说，画面观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文案和配音方面呢，也重新进行了修改和录制。却说唐僧师徒4人一路披荆斩棘，历过了3秋双景，又迎来了夏月炎天。只见那沙僧热的是汗如雨下，散装的八戒呢，干脆把猪耳朵扯下来扇风纳凉。经过了一番打听，师徒4人得知此地名为火焰山，方圆数百里内热的是寸草不生，其山间烈火更是能将铜头铁壁融成汁水。每年百姓们播种收割、吃水洗衣，全都得靠铁扇公主，因为她手中有一柄名为芭蕉扇的天地宝器，既可灭火消暑，也能起风下雨。闲言间，徒弟3人来到了芭蕉洞外，欲向铁扇公主借扇灭火。那开门的小丫鬟见沙僧说话磕磕巴巴，也不知是哪来的野和尚，便忍不住一番戏弄，使他一个狗抢屎，摔的是面目全非，逼他嘴歪。接着悟空走上前去，悄悄地将金箍棒化为了蜿蜒妙物，直挠的小丫鬟是皮松骨痒，连连求饶，只得是匆匆忙忙地逃回屋中通报。那铁扇公主一听是悟空，便鱼贯而衣，怒持着宝剑冲出门来，是要替子报仇。奈何数剑之后，悟空仍是毫发无伤。铁扇公主气急之余，掏出了芭蕉扇，轻轻一挥，顿时间只见阴风骤起，天地变色，房屋树木皆是一一拔地而起。可怜的农家女孩被刮的是春光尽露，八戒更是被沙僧拉成了橡皮筋，经不得毛退皮脱。而悟空一番天旋地转，已被吹到了万里之外的须弥山。恍惚间，灵吉菩萨从殿中缓缓走了出来，将刻制芭蕉扇的独家法器定风珠信手相送。云头一拨，悟空再次来到了芭蕉洞。此刻任凭铁扇公主如何挥扇生风，他都形如磐石一般巍然不动。铁扇公主眼见无计可施，只好反身回府，将门紧紧闭上。随着悟空一番拳打脚踢铁扇公主疼的是死去活来，连连求饶，只得乖乖交出了芭蕉扇。不料悟空拿着扇子来到火焰山后，非但没有灭掉火，这火势反而越扇越大，就连自己也被烧的是糊头咧嘴，狼狈不堪。而看着受骗上当的悟空，八戒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言语间还不忘挖苦讥讽。悟空恼羞之余，便逼使着八戒去向牛魔王借扇子。当行至中途中，八戒偶然遇见了在郊外闲步采花的玉面狐狸，
一时间他色心顿起，忍不住上前非礼调戏。而玉面狐狸呢，吓得是花容失色，转身便逃回了翠云洞。正当八戒鼻子一伸，尾巴一转，要强行钻洞入府时，牛魔王已冲出门来。牛大哥，这里头有个顶漂亮的小娘儿。呸！那是我的女人，你为什么要欺负她？大哥，我不知那就是二嫂，请原谅。牛魔王虽念着故日的交情不和八戒计较，但扇子却坚决不借。于是八戒灵机一动，化为了蛤蟆钻入了翠云洞中。紧接着他将牛魔王的坐骑碧水金睛兽从3维降到了2维，再卷折打包后偷出了门外。而八戒不只会犀牛，还擅长吹牛。随后他摇身一变，成为了牛魔王，骑着碧水金睛兽来到了芭蕉洞。铁扇公主眼见夫君忽然回家，开心的是手舞足蹈。家长里短之间，2个人挨挨擦擦，俏语缠绵。八戒虽已乐得忘了形，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。酒至半酣，他用花言巧语骗得真善后，便现出了原形，扬长而去。只落得羞愤的铁扇公主在那儿跳天骂地。刘大嫂太捧场，众小妖都惊笑，老夫人有点瘦，瘦，哎呀，说好不服了。然而八戒是水底捞月，白费心机呀。牛魔王得知之后，便化成了悟空的嘴脸，轻而易举地从八戒手里又骗走了芭蕉扇，上演了一出真正的碟中谍。回去之后呢，八戒遭到了悟空的冷嘲热讽，2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很快便争吵了起来。此时唐僧认真地总结道，此事之所以屡屡失败，就是因为徒弟3人既不同心也不同力，而老百姓们呢忍气吞声，更使得牛魔王夫妇能够肆无顾忌的鱼肉乡里，为祸一方。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打倒牛魔王，才能彻底的熄灭掉火焰山。恍然大悟的人们于是拿着农具铁棒前去冲翻了翠云洞的大门，而徒弟3人上前和牛魔王奋力拼杀，数十个回合后便打得他落荒而逃。接着伏于暗处的村民们趁机撒下了罗网，困住了牛魔王。随着悟空几棒下去，牛魔王便现出了原形，瞬间变成了一头勇猛无比的巨牛。霎时间众人被追的是四散而逃，沙僧更是被牛魔王踏成了一片肉饼。要不是八戒及时跑来做人工呼吸啊，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。而悟空急中生智，将牛魔王一路引进了村民设计的陷阱当中，紧接着再用铁链拴住了他的鼻子。这时被制服的牛魔王声泪俱下，铁扇公主只好是乖乖地将芭蕉扇交了出来。悟空接过扇子之后，对火焰山连挥了49下，彻底断绝了火根。雨过天晴之后，师徒4人在黎民百姓的相送中，再次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路。这部1941年拍的动画片呢，虽然没有华丽的电脑特效，但却有着妙趣横生的故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当然，也会有人问，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，为什么还要拍这种娱乐动画片呢？其实，正如导演万籁鸣自己说的那样，在苦难的中国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开玩笑，而创作这样的动画片是为了让千万同胞觉醒过来。所以在片中，徒弟3人和村民们齐心协力，才打败了牛魔王。这便是呼吁当时的国人团结起来，对抗侵华日军。而孙悟空本身的反抗精神也特别契合这个主题。在画风和动作设计方面，该片融合了许多中国的传统艺术，有神韵悠然的水墨画背景，也有京剧杂耍的激烈打斗。角色构思方面，铁扇公主的造型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女侠形象。孙悟空虽然穿着京剧戏服，但造型明显是借鉴了当时风靡全球的米老鼠。没办法，那个时候中国动画才刚刚起步，自然免不了去学一些洋老鼠、洋公主了。
但在20多年后，当山河得富，中国动画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后，万籁鸣便完全摆脱了西方动画的影响，真正创作出了一部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。近年来，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《大鱼海棠》等作品，虽然在创意、风格、艺术内涵方面还是难以超越当年的这些艺术瑰宝，但总算让我们看到了国漫崛起的希望。